作为空中优势的代名词，五代机的开山鼻祖，全球空军的梦魇，战绩榜上一片空白的和平主义者，地表最强空优战机，美国空军最昂贵的摆设，太后猛禽的 F-2战斗机，以其近乎无解的统治力闻名于世。然而，作为天空的顶级掠食者，服役至今近20年 ，F-2却从未在实战中取得过一记显赫战绩。更尴尬的是，因航电落伍、性能过时 ，F-2一度被美国空军视为鸡肋，4番5次的申请将他们提前退役。但现在这批被嫌弃的老猛禽，不仅被国会立法严令禁止退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更将耗资10亿美元为他们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魔改升级。那么问题来了，这款从未在空战中证明过自己的老古董，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潜力，值得美军如此大动干戈？洛克希德马丁的这次升级又将为他注入怎样颠覆性的力量？而他的重生是否预示着那个属于猛禽的猎杀时代将迎来新的开始？要理解 F-2为何至今仍是现代空战的标杆，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的 F-15鹰式战斗机是当之无愧的北约天空主宰者。但在世界的另一边，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也相继服役。他们惊人的机动性，第一次让美国感受到了技术代差正在被苏联追平的压力。F-15的空中王座首次出现了挑战者。为了确保未来几十年的绝对空中优势，美国空军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简称 ADF。这项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美军将要打造一款能够碾压任何已知以及未来潜在对手的终极战机。最终，这场巅峰对决入围的是2款截然不同的设计：诺斯洛普公司充满科幻感的 YF-23 黑寡妇2，以及洛克希德团队的 YF-22。虽然在后续测试中 YF-23 在速度和隐身上可能更为激进，但 YF-22 在试飞中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完成了60度高攻角飞行，并成功进行了导弹发射测试，向军方展示了其设计的成熟度和更低的技术风险。最终 F-2 赢得了这场王座之争。而当我们深入分析 F-2 的相关资料，就会发现 F-2 的统治力其实是建立在4大技术支柱之上的。第一是重新定义了不可见的隐身。 F-2 的隐身并非简单依赖稀薄涂料，它的核心在于气动外形设计，机翼前缘、进气道、尾翼等关键部分的边缘都采用了平行线设计。这种平面对齐原则能将雷达波定向反射到少数几个特定方向，而不是散射回雷达接收机。同时，其 S 型的进气道巧妙地遮挡了内部极易反射雷达波的发动机叶片。这套组合拳使其雷达反射极面积据说仅有弹珠大小，实现了探测距离的急剧压缩。第二是重新定义了速度的超音速巡航。F-2 装备了2台普惠 F-19 发动机，是航空史上的动力怪物。它产生的推力在不开启加力燃烧时的状态下，就已超过了前代 F-15 发动机开启加力后的推力。这赋予了 F-2 无需额外耗油就能以 1.76 马赫持续飞行的能力。这项优势是决定性的，它保障了 F-2 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油耗抵达战区，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保持极高的能量状态，让对手在追击和脱离上都处于被动。第三是重新定义了敏捷的高机动性。F-2 的机动性源自其强大的推重比和独特的2维矢量推力喷管。这个系统允许发动机喷口进行上下20度的偏转。更为可怕的是，它并非一个需要手动操作的特技按钮，矢量喷管与飞机的飞控系统完全融为一体。飞行员只需做出机动指令，飞控电脑就会自动协调矢量推力、襟翼、尾翼等所有气动面，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动作。结果就是 F-2 能够完成过时速机动战术。这种技术是飞机在超过时速迎角后仍能完成可控战术机动的飞行技术。它主要应用于近距空战中，通过大迎角飞行迅速调整机头指向或缩短转弯半径，抢占有利的攻击位置。这也意味着 F-2 即便在空速极低的情况下，也能将机头指向目标，尤其是在近距离格斗中，它能比对手更快地获得射击窗口。这对于战斗机来说就是终极战斗的杀手锏。第四也是 F-2 技术当中最核心的一点，是重新定义了认知的传感器融合。这个问题听起来绕口，好像是火力军在湖州一样，其实不然。大家要明白，在 F-2 之前，飞行员在空中简直就像八爪鱼一样，既要处理来自雷达、电子战告警器、数据链等不同屏幕的原始信息，还要自行在脑中拼凑模拟出战场态势，那真是把飞行员当成人形 CPU 使唤。而 F-22 首次引入了传感器融合的概念，它强大的中央处理器会将 AN/APG77 有源相控阵雷达、电子战系统等所有传感器获取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识别，最终在座舱的液晶显示器上为飞行员呈现出一幅清晰直观的多方位视角。敌机是红色三角，友机是绿色圆圈，未知目标是黄色方块。这一变革将飞行员从一个手忙脚乱的仪表操作员解放成了一个专注于战术决策的情报分析员。隐身、超巡、高机动性，再加上革命性的传感器融合，
这4大支柱共同铸就了 F2在诞生之初对当时所有战斗机无可争议的代差优势，让它成为了真正的空中主宰。但理论的强大却撞上了现实的尴尬。F2至今没有空战击杀记录，其原因主要有2点。首先就是它失去了预设的对手。随着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原计划用于大规模空战的 F22其生产数量从750架被削减至187架。其次，它的战场首秀去错了地方。2014年 F2在叙利亚首次投入实战，执行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它利用隐身能力穿透防空网，投下 GPS 制导炸弹，打中了毫无空中威胁的地面目标。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多功能性。但作为一款耗资巨大的空优战斗机，这种大材小用也凸显了其在反恐战争时代与战略需求不匹配的困境。因此 F2的零击杀记录并非源于性能不足，而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和战略环境造成的。不过，随着大国竞争重回美军视野，这把为顶级对抗而生的利器终于迎来了升级的时刻。但 F2的升级最直接的导火索却源自一场美国空军和国会之间的拉锯战。在美国空军看来，机队中32架最老的 Block 20批次 F22其航电系统已经落后于时代，无法有效对抗新出现的威胁。升级他们的成本据说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不如直接退役，将省下的维护费用投入到其他项目。但国会却一反常态，坚决否决了空军的这项提议。理由其实很简单，在 F2总数仅有187架，且下一代战机尚在研发的背景下，退役任何一架拥有第5代机体平台的战机，都是对美军现有的高端空优战力的严重削弱。既然不能退役，升级就成了美军的唯一选项。作为 F2的主要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接手的正是将这个老爷机现代化的关键任务。针对 F2研发的升级方案也主要集中在3个核心领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升级方向，是为 F2加装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也就是 IRST。这套升级方案旨在解决 F2在面对同代隐身对手时的探测难题。毕竟传统的雷达探测本质上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雷达开启就会暴露自身位置，这一点在隐身战机对决中是极其危险的。而 IRST 则是一套被动探测系统，它不发射任何信号，而是像一只夜视仪，通过捕捉敌机发动机尾焰和机身气动摩擦产生的红外热信号来发现目标。根据计划， F2将获得2种红外系统，一是吊舱式的 IRST， 用于对远程进攻性的目标搜寻与追踪；二是内置的 IRDS 红外防御系统，用于对近程防御性的导弹来袭预警。可以说，这项升级的战术意义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 F2将有能力在不开雷达的静默状态下，远距离发现 F35、歼20等隐身目标，并为其武器提供火控级别的数据。这是从雷达锁敌到依靠热信号猎杀的战术转变。第二个升级则是为了打通 F2的数据链，并用一套开放任务系统架构 OMS。 之所以是打通而不是重新建立数据链，是因为 F2在设计之初，为了极致的保密性，就已经采用了一套被称为 IFDL 的独特数据链。这套系统只能在 F2 之间进行加密通讯，无法与 F35、F16 等其他友军平台直接高速交换数据，这也使 F2 成为了一个信息孤儿。而 F2 本次升级就是将为它整合应用更广泛的 Link16 数据链。至于新采用的开放任务系统架构 OMS， 其实可以理解为 F2 的航电系统装上了一个通用的 USB 接口。这套系统允许空军更快速、更低成本的整合新的软件和硬件，解决了 F2 的兼容性问题，使其能真正融入联合作战网络。第三个升级要点则是为了提升 F2 的航程与打击能力。F2 最初是为欧洲战场设计，其航程在广阔的印太地区显得不足。为此，洛克希德正在开发低阻力隐身副油箱。这种油箱经过特殊外形设计，能在不显著增加雷达反射截面积的情况下，为 F2 提供额外的燃料，并允许其在挂载状态下进行超音速飞行，有效解决了 F2 的航程短板。同时，升级后的 F2 将具备整合坚稳静杀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这款速度超过5马赫的武器可以被装载于 F2 的内置弹舱中，从一个隐身平台内部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将极大的压缩敌方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使 F2 从一个单纯的制空战斗机转变为一个具备高端突破能力的防区外打击平台。IRST 被动探测、开放系统架构、远程高超音速打击，这3项关键升级不仅弥补了 F2 的固有缺陷，更是在为它解锁一个全新的作战角色。这个角色的核心就是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在美国空军的规划中， F2 凭借其卓越的隐身性能、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升级后的开放式航电，被选定为了第一个指挥协同作战飞机及 CCA 的平台。 CC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程僚机，是一种具备高度自主能力的无人战斗机。而 F2 的角色将从一个空中的顶级射手转变为一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官。在传统的空战中，射手是体系的末端，负责执行指令、锁定目标、发射导弹，而指挥官则是战场的组织者，他不需要亲自去完成每一次击杀，则是需要看清整个战场态势，为队友分配任务，并指挥他们执行最有效的战术。
在未来的空战场景中，一架升级后的 F-22将不再是孤军奋战，它的身边将伴随着数架无人僚机。F-22的飞行员将通过座舱内的控制系统向这些无人机下达指令。它可以命令一架僚机前出，利用其传感器对高威胁区域进行静默侦察，也可以命令另一架僚机开启电子干扰，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甚至可以在发现目标后，直接命令无人机发射武器进行攻击，或者去承受敌方的第一波火力。在这个体系里，无人僚机成为了 F-22的外部传感器和外挂弹药库，而 F-22本身则可以凭借自身的隐身优势，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利用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战场感知，指挥整个机群的行动。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单架 F-22的作战半径和火力密度，更重要的是，它将飞行员从高风险的一线格斗中解放了出来，使其能专注于更高层级的战术决策。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美军为何要耗费巨资去升级一款服役了20年的老古董？答案是，他们投资的并不仅仅是 F-22的机体，更是投资它作为未来第6代空战体系指挥核心的巨大潜力。这次升级是要将全球最顶级的第5代战斗机平台变成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6代空战指挥节点。这只沉睡的猛禽 F-22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它的归来预示着空战模式即将迎来的下一次颠覆。好了，关于 F-22猛禽重生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从为冷战而生的空优霸主，到今天面向未来的无人机指挥官，F-22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美国空军30年战略变迁的缩影。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在你看来，升级后的 F-22能否在未来战场上继续保持对潜在对手的优势？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